好，再回到环球炸弹线，我们节目的最后环节来聊点军武的话题啊。这一次的川习会呢，虽然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谈判框架没有什么劲爆之举，但是呢，川普特地在见他之前呢，在俄罗斯还有中国的核武呢，特别发了一个这个话，说呢，因为因应俄中的核武威胁，它只是美国的战争部要立即以对等的方式我们要重新展开核武的测试，就是把当年冷战玩过的戏法再重新拿来玩一遍。哇，到了2025年都还可以继续玩，也是蛮厉害的。那核武对现代战争的震慑力究竟还有多少啊？相信大家应该是可能只有比较年长一辈的人才有感觉啊。毕竟当年1945年那2颗投放在日本广岛跟长崎的原子弹真的是人类不能忘记的一个历史伤痛。但是现在美国要重新展开了这个核武的测试，会激化美中俄这3方新一轮的核武，我们说这个军备竞赛嘛，杨老师。我想川普感受到日本跟韩国对于现在所谓的后美国秩序，美国的军力逐渐的从西太平洋开始做战术收缩了之后呢，他们担心的核子保护伞或者是美军对他们的保护安全的问题，所以日本这边会去要求提升美日安保，就是要美国的核子保护伞持续的有效。韩国这边其实严格而言，美国对韩国没有核子保护伞的承诺，可是呢，韩国就要求要核同盟，因此呢，比照 AUKUS 去建立核潜舰。川普一方面答应韩国要做核潜舰，另外一方面他又说我们来重新做核试爆。我觉得他都在放大化，都在，他不了解实际的情势。韩国要做核潜舰这个事情不是普通这个能够去处理的，要一段时间去考虑。至于核试爆，我跟各位报告，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爆条约是美国、苏联、现在俄罗斯都是这个签署而且批准。后来到1996年有一个全面禁止核试爆条约。那是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签署批准，但美国、中国、俄罗斯签署没有批准。可是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核试爆都是在冷战时期。那个1963年呢是禁止在大气、太空还有这个水面，因此后来在做的1963年之后呢，大概都是在地下。那可是1996年之后呢，大概就只有印度跟巴基斯坦1998年做了1次。然后呢，北韩是在2006年到2017年做了6次。除此之外，任何国家都没有在做核试爆。有的是什么呢？电脑模拟试爆，这个是有。然后呢，有核演习。核演习并不是来丢核原子弹核演习是在做这种陆海空的战略投射这个载具，然后呢核演习。所以，比如说空基、地基、这个海基的潜舰，或者是飞弹，或者是这个战略轰炸机，它的出动然后演习，这个在2个礼拜之前，俄罗斯有做过这个核演习。所以川普大概讲的是核演习，因为你现在美国如果做核试爆那完了，那全世界都开始在发展核子武器，所以现在这个他不了解这个情况，他讲这个核试爆。最多也只不过是电脑演习，因为美国在1992年之后连电脑演习都不做了，因为这个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核子弹头，美国大概有5000颗，俄罗斯大概5500颗，中国大陆大概是600到1000颗。可是呢，这边就显现出什么？在现在的这种中美的这种相互竞争对抗的过程当中其实后美国秩序就显现出安全的问题。核武的问题又浮现，变成大国对抗的一个主轴，所以中美俄3方的这种核武核主逻辑又浮到台面上来。美国是希望加强在这方面的展现跟他的能力，这是川普在讲的。但我们从台湾看到什么问题呢？当中美2国以核武核主为主轴的这种大国对抗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轴是什么东西呢？核武大国之间不会直接发生传统的这种战争，因为它可能会提高情势。所以你看俄乌战争，美国、北约都没有介入一兵一卒，这也就是这个核武对抗的这个逻辑。俄罗斯不断的在做核演习，这也就是这样提醒美国跟北约，你不要进来，你进来就可能会是马上提高变成核子这个战争。
所以台湾这边呢，对于所谓的美国军力来源呢，或者是两岸的这个冲突的问题啊，要更加的谨慎。是，确实哦，如果这些大国都重新回去发展核武，我相信这是所有人类都不愿意乐见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些实际面，像是《纽约时报》就报道，其实中国呢在近年共进行过了45次的这个核试验，那在数量上呢是比美俄过去做过数百次的试验是少很多的，并且中方从1996年以来呢，一直通过不会引爆核爆炸的这个亚临界核试验来对弹头进行测试。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我们刚刚提到，如果真的走向很极端了，好，世界又回到当时的冷战时期，强国们互相用核武来做牵制，去跑这个核竞赛的话，那么这一回合，中国人有没有超车美国跟俄罗斯的机会？将军？这个世界到现在为止，总共有2000多次的核试爆哈，那美国是最多的1000多次，而且它都在南太平洋那些岛国中间实施这核试爆哈，所以对南太平洋岛国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不管是核污染，或者是后续的影响来讲，到现在这个后遗症都还在哈。那第二个多的是俄罗斯哈，当然中国只有做45次。当然，如果说各国都已经签署了全面禁止核实验的这个条约来讲的话，其实各国都不应该再做这个核试爆。当然，我们看到前2天传出来说是俄罗斯它所谓海燕的这种核动力的核导弹和巡弋导弹，还有它所谓波塞冬的核鱼雷。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这个只是一个载台，它并不是核弹哦，它在实验它的载台。那中国有没有？在这次9、3月，比如我们看到中国展示的这个陆基型的东风5、东风61，还有海射型、潜射型的这种巨浪3哈，还有空射型的惊雷，那这些都是只是载台而已，因为它可以，如果说当然它是洲际导弹了哈。那如果说是装上一般的传统弹药弹头来讲的话，它只是一般的导弹，它不是核弹哈。当然它也可以装上核子弹头，但是美国这次确实，如果说它真的做核试爆的话，那就重新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那全世界势必又会，尤其是中俄美3国，当然为了求自己的自保，会在这方面加强核试爆。由于以现在的技术来讲的话，会不会有新型的这个核弹的威胁？那威力比以往来讲的话要更大啊！就像我们讲原子弹到核子弹，那最后甚至于到氢弹，每一种武器它的威力会更大。所以我觉得美国川普如果这次他将这个潘朵拉盒子打开，那就中国立场来讲的话，他基于自己国家的威慑能力，基于自己的自保，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一定会摆出强硬的态度。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中国当然会重启罗布泊的核试验场，也遂行这个核试爆的实验。不然的话，这个，当然所谓试爆不见得就一定要做了。我想美国如果说是及时悬崖勒马不做来讲的话，中国应该也不会做。但如果美国要做这个核试爆的话，我想说是中国跟俄罗斯也会做相关的动作，玉石俱焚的那种感觉哈。好，除了核武竞赛呢，中国的6代机歼36的第2架原型机在近期现身了。那与之前的第1架原型机相比，它有一些明显的改动，包括在尾翼的引擎、排气口啦，还有机头的这个进气道也有一些变化。那原本类似这个 F-22的方形垂直的 DSI 进气道呢，现在变化成水平的进气道，起落架也重新设计啊。那种种的变动呢，就有军事迷说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歼36的作战距离又在提升了吗？刚好我们今天现场有专家，过去是这个空军专长的张教授，以内行人来看，我们歼36这一次第2架原型机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它的战术定位要做一些变化？我认为它是做了一个3大优化。第一个最大的优化就是它优化了它的立中性能。你看它把它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喷口整个向内缩，因为喷口它很难去逆中。你这个雷达波打上去你机翼可以调整，对，但是你的喷口发动机的喷口就是圆形的，你不要扁扁的发动机，那整个的喷气的力道就改变了，所以它往内缩，不要太暴露在雷达波的多普勒雷达的这种雷达的搜索的这个性能，它是这样子的优化。第二个的优化，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进气道由垂直化变成扁平化，也是在优化它的逆中性，是把逆中性优化。你垂直性，你这个雷达波打上去之后，经过反射回来也是大。你看它把它变扁平化，整个的雷达的反射那就变小了。
所以我认为它在优化它的逆中性这个逆中性。第二个，我认为它在优化它的流体力学。那另外一点，我们现在看呢，它的起落架哈，它的起落架本来是串联式，前面一个，你就要双轴，你这个起落架两个轮胎，因为它是串联，你要收起来放下来是双轴。对，我现在把它变成并联，一个轴下去，2个轮胎，2个起落架。那当然了，右边的右起落架也是2个，一个串一个轴就可以了，把它举也收起来，放下来，哎，这是这嘛？这个就把它的重量跟重心优化了。是，不要做串联，因为串联的话，你是我们讲的双起落架，对，你把它变成单起落，但是一样是2个轮胎，我们把它并联化是最好，比串联来的好，因为串联那么长的轮胎放在那边，你要收的话，好大的版面呢，是这个状况。另外一个我们讲到的是，它把它的雷达搜索优化，它的要搜索你的雷达就要大。对，那它现在是有3个发动机，发电量够不够？够。那这样的雷达的 power 够强，雷达放大的，不要怕，我电力够，放大的，大的搜索远，不要空中预警机，免得被人家发现了。空中预警机没有逆中嘛，被人家发现空中预警机就知道可能下面有附近的要出任务的这些做千级机，要受他指挥，不用，我自己就可以。那这样是不是做一个我们讲的渗透轰炸、渗透攻击、逆中那个自己来自主的去发现目标？为什么？我雷达加大了，我的相位阵内雷达就可以自己单独来搜索目标、锁定目标、攻击空中的目标。所以3大优化：雷达优化、重心优化、流体力学优化，还有逆中优化。是，所以看来歼36又变得更强了。有变了，因为它现在还没有量产，等到要修改完毕之后再批量生产，因为这样的你免得一次改好多。我第2架的时候，整个修改之后验证成功之后，以后就按照第2架的模式，那第1架就不要了，因为第1架是做验证的，第2架是变成批量生产的原型机。好，不过相比这个歼36持续在优化，美国海军这边尼米兹号航母可能最近要拜拜因为诸事不顺，特别是在南海出任务的时候，半小时内就掉了2架飞机啊，这非同小可。一架是海鹰，一架是超级大黄蜂，但万幸人员都救起来，没有闹出人命不然这美国大兵的家属都跟你没完了。好。那这个川普总统说，出事的原因呢，可能跟这个劣质的燃料有关。虽然我们还要等待最终的这些完整的调查报告跟检讨出来，才有一个比较公断的判断。但从侧面观察，你这个劣质燃油就是整个供应链、军工补给的供应链可能出了问题了，是不是？尼米兹上面的官兵螺丝都松掉了，上这个。哇，这个尼米兹号的这个出包，为什么不是这个五角大厦？它直接川普来说可能是燃料问题，也不能小看因为这确实还是匪夷所思。在30分钟、半个小时内连续2个，而且是不同的军机坠毁。这个我想，其实包括张仁，这个我们其实任何可能过去军事史上或在航空母舰上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除了在打仗之外，是难以想象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其实尼米兹号其实过为一个已经非常非常服役非常老的这个航空母舰，而且在此之前，它已经到红海出任务，已经算是超长出任务。它接下来本来就是要做一个很长时间的部分的维修。都知道航空母舰的部分生态的复杂，常人难以想象的。我经常说，我们就把台积电加长庚医院加起来，你在里头穿梭，正常人有办法吗？